Hello， 我是林哲熙，我在下课花露米，赶快来订阅小公式。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下课花露米，出发！上一集，我们抵达全球最北的城市朗伊尔城。在这个北极科研重镇，小队员们跃跃欲试。除了探索暖化真相外，他们也要进行自己的北极实验。早安，早安。差不多啊，9点可以起来准备一下。随便，还好。喂，我单手打蛋，好枪。起来了，安安，太阳出来了。对呀，一直都在。太阳一直都在。度过人生中第一次阳光普照的夜晚，我们精神奕奕地展开北极的第2天。3个，你们的。没有，这是你们3个的。那你们3个的，怎么了？我不是蛋。就是那种滑滑嫩嫩的感觉，我不行。一顿饱餐补足能量后，小队员们已经迫不及待计划实验的采样路线。所以我们先去上游这边。对，我们今天应该是会先去上游，然后这边是意涵要我们去去采的水样。对，我可以给你们的。啊，就只要有那些有土草的。所以这边是海燕的。那我这样子好了，然后这是意涵的，这边。你先到这里，先去最远的那个点，对不对？没错。来吧，出发。走吧。每年夏天是斯瓦尔巴群岛的观光热潮，但这时间商店都还没有开门。我们在一片宁静中，沿着城里唯一一条河流往上游去。好啊，走喽。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做你们实验的采样，对不对？对，河川的上游。河川的上游。这次来，除了要探索暖化真相外，小队员还要实现他们在北极做实验的愿望。海燕是测量不同地表的照度，观察反照率对暖化的影响；而意涵和浩瀚则是要检测不同物质的塑胶微粒含量。那走啊，走。好啊，走。我们来到这里呢，就是看看在河流的最上游会不会有塑胶微粒。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这个污染其实蛮严重的。然后他们现在就要采样，再回去检测。虽然小队员实验主题都不同，但还好3个人可以一起进行，不用分散各地。哎，有便便呢。这里。这里超多哎。本来我最担心找不到浩瀚想采的动物粪便，没想到才走了一下，遍地黄金，让人好兴奋。先夹一个回去，太多了吧？你是铲屎官。粪便里面的塑胶微粒。对。这么少够吗？够。我以为你要整块带回去。没有啦，这太难处理了。我们房间会变都是臭味。房间充满了便便。斯瓦尔巴群岛超过一半面积被列为自然保育区，是许多野生动物生活、繁殖后代的好地方。不过细看这里每一条矢状都很像，我们不仅猜测它应该是来自同一种动物。这到底是什么的？麋鹿吗？应该是。但是麋鹿没有那么小吧？没有，这是鸟的吧？鸟的吗？鹿会有这么大的毛吗？鸭。你昨天看到那群？那个很像哎，对不对？颜色很像。颜色很像昨天那群鸭。通常在这边是
采样，这个意涵你要在这边采样，对不对？来到河边，意涵和浩瀚立刻各自准备了起来。两人行前在台湾学习到的采样技巧，此刻充分发挥。我是在这9宫格，然后每一个采一个，然后把它集成一个。第一个图样本，我采完了，需要帮忙吗？非常需要，谢谢你的帮忙。提前采完样的浩瀚，因为和意涵一起行前训练过，知道水样采集比较复杂，所以立刻前来支援。你也知道，我们上次做很多次，这次还是得多做几个。而另一边，我则跟着海燕协助他的反照率实验。等下这里，好，在这里画线，这个就是这个线的位置。对。然后嘞，再移过去。移过去。海燕运用行前所学，以塑胶管控制入光量，注记太阳光入射角度后，转向到反射光，在对等高度测量反射光的照度。有了。有。OK， 12。12。土壤是12。这里的土壤是12。然后我现在要去草地的反照率。两个大孩子的河边采样也同步进行着。这一次是满的，对不对？对。好，来是我伞也可以，看你。没关系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好啊，那你可以做。哇！血，我的血！有喷到里面吗？我裤子湿掉了。真正下去采样之后，发现原来真的要当所谓的科学家，真是不是很简单的。尤其是在河川这些泥沙量更大的情况下，其实采样是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台原呢？是台原金台。测完土壤后，我和海燕立刻来到台原，因为担心极地天气变化，所以要比较不同表层的反射光照度，最好在同时段做，才可以减少其他影响变因。测测看。2007，草地是7，土是12，对不对？好，那你还要测什么？到时候要到海水，它如果有冰的话，那就做冰。好，第一次的采样和实验都顺利完成，让我们心情大好。哇，你在试回应呢？对啊。北极熊。没有熊。有回应我们就要跑了。来喽，来喽！由于朗伊尔城的冰川路途遥远，不易抵达，想要完成冰上实验，最快的方式就是搭船往北方走。今天我们就要出海完成冰川实验，同时看一看暖化下的北极海冰。嗨 ，Hello， 你好。中央大学柯洁莹博士是今年最早到朗伊尔城的研究人员。由于冰川环境特殊，我特别邀请他来协助小队员完成实验。哦，还有小快艇哎。Hello。Before we go, most of you have probably put on one of these before. I still have to go through it, so do remember to put this one. I've never had anybody falling overboard, so please do not make this the first one. 船长简单讲解后，快艇也开始往海面急速前进。第一次从海上看朗伊尔城，我们很快有了惊喜发现，在陆地的边缘有着上百颗白色卫星球。原来这是挪威航太中心与民间企业合资建造的天线，在地球的最北端、最接近外太空的地方，搜集监测环境数据。I'm just going to show you really quick on the map where the plan is for us to go today. So we are starting here in Longyearbyen, then we're going to head west over the fjord and then into this fjord over here. 斯瓦尔巴群岛因为冰川地形，在冰河时期就切割出许多大小不一的峡湾。我们现在位处在群岛第2长的伊斯峡湾上，目的地是西北方一条分支峡湾里的古老冰川。你在叫什么？这里会有回音是哪一个海？北极的风啊，吹起来不太一样。快艇在北冰洋上狂奔，越往北走，吹来的风越冷，
此时，船上最有理工脑的两人，索性拿出温度计一较高下。11.4度，好冷哦！哎，12.5了，12.6了，我的热死！上船之后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仪器，然后所以他也有带温度计、风速计，他只要举起来，湿度、温度、风速全部都有了，就是非常专业的仪器，很有科学家的感觉。虽然之前也有坐过船的经验，可是在北极上面做，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希望等一下那个景象会是我们想象中的北极，就是有很多白色冰啊，然后我们走在冰川上面这样。只是想象比较美。事实上，北极冰川消融快速，船行1小时，看到只有山丘上散落的零星白雪。而就在我快忘了我身在北冰洋时，期待的一大片冰川终于出现。然后我们现在前面其实已经慢慢出现冰川，就是想象中那种北极圈会出现的景色。眼前一望无际的冰川让我们相当兴奋。向导 Andrea 拿起望远镜仔细查看，确保上面没有北极熊或一切危及安全的状况。看起来一切 OK。Yes， 我们准备要上岸了。So now we are by Harrietstrand. This is the glacier that we're gonna walk on today. The plan is that we're gonna start by walking on the side of the glacier up to some crevasses, and then we are gonna see what the time allows. I'm gonna check what you guys want to do for your experiment. 在等待船长准备登岛的橡皮艇时，小队员赶紧介绍自己的实验，好让 Andrea 知道在冰川上要带他们去哪采样。My experiment is about a albedo effect, and I will not be collecting samples to the boats. Okay. If we can find some Poop. Yeah. Yeah, we'll see if we can find some poop around. If we find it, can I bring some of them? Yeah, you can bring how much poop you want. As long as you carry it yourself. Carry it for you. Same with the ice. Okay. Yeah. Yay! 小艇奔驰在古老的峡湾。Andrea 说，这里因为海面平静，适合船只停泊。在17世纪是捕鲸人的避风港，现在则是最多游客前来的峡湾之一。是的，你没看错。上岸后，我们踩的不是说好的冰川，而是崎岖难走的石头路。Andrea 说，这几年冰川不断向后退缩，所以她每次来都得走得更远，才能到达冰川。When it's summer now, it's ice. Ice melts, so the glacier also melts a little bit every day, and then it gets smaller and smaller every year. And that's for all of the glaciers on Svalbard. They don't recover every year anymore. Andrea 的话虽然残酷，但却相当真实。尤其当我看到远处的浮冰，特别有感触。你看那，是漂浮之块。哦，那个就是从冰山掉下来的。对啊，就是在影片上看到的。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直接体验全球暖化的变迁。哦，哇！不知道我们等一下会不会看到冰川崩落。据说冰川崩落的时候蛮危险的。哦，真的？你说在旁边的话？对，它掉到水里会引发类似海啸的东西。他不是说现在其实很常会有冰川崩落？冰川崩落，对，频率有点越来越高了。对啊。What kind of dirt is this one? You mean rocks? No. Yeah. Under the rocks. Under the rocks, permafrost. Yeah, so the permafrost has an active layer. Andrea 说，永冻土主要在北极，分为上下2层，上层是较薄的活动层，夏季时融化，冬季时再重新解冻。活动层下方则是较厚、终年不化的永冻土层。随着全球暖化，永冻土层在夏季渐渐冻不住，释放出来的温室气体中，最可怕的是有着比2氧化碳温室效应更强的甲烷。And when the permafrost kind of melts, it emits a lot of methane gases.
So it's like an add-on on the already, like the climate change. The warmer it gets, the more the permafrost melts. And when the permafrost melts even more, a cycle. It's like a evil cycle. It gets even more and more. Evil cycle. That is like a natural thing, but it's unnatural the way it is thawing. 才听 Andrea 说冰融危机，一大片冰川就出现在眼前，让人有种不真实感。所以这已经是冰了呢，这已经是冰了。一只，哇！ When we walk on the glacier,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stay in one line. We don't walk near these cracks. If you fall into it, you might die. I'm serious. What happened there? It's been since it's melting. Oh, melting. It has, like the stream that goes under here in the corner. Oh, so yeah. It has collapsed. So in the past, the whole is glacier. Yeah, everything is glacier. And now we're gonna put down the spikes so that we have a good grip. OK， Yeah. 在套上防滑用的冰爪后，我们终于可以大步走在冰川上。我觉得实际上走到冰川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哇，就来到这里的感觉。都蛮震撼的，就是那个山啊、冰川啊，整个 view 就是很美，然后会有那种就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大自然很大的那种感觉。 说不出来的感受，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到北极就是终于看到了冰。今天爬过冰山，就觉得至少有一些地方没有被全球暖化影响到那么严重。当我们沉浸在冰川带来的美好感受时 ，Andrea 提醒了我们来此的重要任务。 First on the side there, and then down where the river comes out, where there's a lot of ice. But you can also take a sample from here if you want to. OK。圆梦时刻来到，小队员们立刻自动分组，就地行动。这边。好，这里。来看一下它的冰是几度？哎，找到。意涵和浩瀚很快就选定位置，只是冰天雪地风不小，还没开始做就一团混乱。 Sorry， 哦，掉了一张。啊！哦，你先抓好不好？再来，因为冰川上没有足够的水，也看不到土及粪便，采不到样本的两人，于是灵机应变。这个冰是负0.9度，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有点空气，有点误差。然后来看一下它的 pH 值，因为塑胶微粒要过滤大量的水，所以我之后看它的温度啊、pH 值啊。 之类的，然后呢，在那边做实验，真是冷，好冷哦，我都快冻僵了，水超冷的。而另一边，我和柯博士则陪着海燕测量冰川表面的光照强度。应该是5。嗯。好。那你看你现在放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有土，看起来比较暗的地方？对。要不要移到一个比较白一点的地方？哦好。 这样就可以看得出差异。冰川表层的颜色不同，会有不一样的反照照度吗？抱着科学精神，我们陪着海燕继续实验。你觉得哪个最白？好，我帮你补上。这个位置是。来后推一点点，对，这里。这里。对，很赞。对。对，37。这样差蛮多的耶。这次的实验结果。 海燕在深色冰面测到的是5，浅色冰面测到的是37。由于数字越大，代表地表反射的亮度越高，
也就是说，浅色冰面的反照率确实比深色的反照率高哦。要解下来。你的实验很棒，这样可以看出不一样的差异。知道孩子们实验的需求，接下来 Andrea 带我们走到冰川下方的海湾，看到海水和浮冰，小队员们超开心。尤其是刚刚在冰川上无法采水样的意涵，马上找浩瀚帮忙捞水过筛。哦，这里是刚才走冰川的下游，就是上面是冰，然后呢它融化之后下来，这里是它的河口，这个大概2.5。在小队员忙着采样时，我和柯博士观察眼前的浮冰，从远方到近距离不同视角，我们的感受也更直接。这应该就是从上面掉的。对，它就是整个崩下来，然后漂浮在这个水面上。那也因为全球暖化，这些掉下来的冰它反而更难保存。这上面漂浮的一些碎冰，但其实真的比想象中的小很少。对，所以对北极熊来说，那些小小的浮冰对它来说实在太不安全。对，它没有办法上去休息。没错。达成小队员的实验目的，我们的冰川探险也结束了。回程时 ，Andrea 告诉我们，这里的2个冰川原本是相连的，但在100-200年前就各自退缩分开了。This glacier has been connected to the glacier that you see over there. And you can see the distance is almost like probably 8 kilometers. So this boat has been all the way out here, ending in the 1800s. 我觉得有可能是暖化影响，也有可能不是。应该是说，它原本应该就有在慢慢分开，但是因为暖化影响，在加剧了它的速度。踏上同样的来时路，探索之后，我们更清楚北极冰川的现况。我们今天有到了一个比较像浅湾的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我们站的那个地方，没多久之前都还是冰川。你可能会觉得，哦，全球暖化我知道，我感受到变热了，但是就这样。但实际上来这里看到冰层的消失啊，你才会感受到，哇，这个事情是真的越来越严重。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去海那边去采样，然后呢，本来走一条路是可以过的，然后结果他说3个礼拜前那边还是可以过的哦，结果现在已经融到不可以过了。哇，3个礼拜的时间很短哎，就是觉得说冰山真的融化得很快，全球暖化真的一直在加速。我在这里遇到比较多当地人士，他们对永昼的反应比较大，所以大概夏天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说会觉得比较累，因为好像一直都有受到光照，然后一直有那种想要做事情的冲动。Oh, it's a polar bear. Yeah, it's a polar bear skin. It was popular hunting until 74, and there were lots of snow. Everything came down here at once and spread from over there and to the houses here.